左边是中国图门，右边是朝鲜南阳。铁门后面就是朝鲜了，对面是朝鲜的南阳市。有人说这里是世界尽头，因为江的对岸就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是中朝边境上的小城图门市。图门市位于中国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隔着一条图门江与朝鲜国相望。截至2025年年末，图门市常住人口不到8万人，其中朝鲜族约占53.3%。不到15年，这里的人口就锐减了近一半。也因为距离延边州首府延吉市只有15分钟的高铁车程，很多游客去延吉旅行会顺带来到这里，只短暂停留半天，望一眼对岸的朝鲜，便匆匆离开。这成了图门最热门的旅行项目。而我也从延吉西站乘坐高铁来到这里，但这一次我决定在图门停留2天，试着走进这座边境小城的日常，去探寻那些时光掠过的图门往事。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图门北站。도문북역에곧도착하게됩니다내리실분들은미리준비해주시기바랍니다。各位到图门了，真的超级方便，特别近，15分钟就到了。下午快3点的时候又要天黑了。乘坐高铁或飞机抵达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后，可乘坐15分钟左右车程的高铁抵达图门目前唯一的客运火车站图门北站。出站后再乘坐9路公交车，大约20分钟就可抵达市中心。跟他计算多好，你老子多累啊，都一点不方便。我今天晚上住着住着。对，9路公交车2块钱随便坐，刚好到我宾馆的位置。下车了，各位。下车的地方是原来老的图门火车站，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客运了。先去住的地方办理入住，感觉图门街上好像都没什么人呀。其实来之前我能想象到人不多，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人好少好少。图门市区从地图上看像是一个三角形，对岸大家习惯称呼朝鲜南阳市，但其实它是咸镜北道稳城郡的南阳劳动者区。图门是满语，有河流众多之意。清朝时期这里实施封禁，是满清皇家狩猎围场，并没有城市。这片地区被称为爱好甸子。进入20世纪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后，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在这里开设通商口岸，开展边境贸易。图门从一个叫爱好甸子的无人之地迅速发展为繁华城镇。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在图门修筑铁路，图门后成为交通枢纽城市。当时的图门是整个延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之一。1933年敦土铁路开通后，连接图门与朝鲜南阳的铁路大桥竣工，爱好甸子被正式命名为图门。图门作为枢纽，贸易骤增，百家商号林立，其中的龚信昌曾是图门商会的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门市归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管辖。21世纪初，图门市常住人口达到近14万人的历史顶峰。图门因边境贸易兴起，但随着朝鲜的对外封闭，锁死了图门作为国际口岸的地理优势，使其从区域枢纽沦为经济发展的末梢。此后常住人口逐年下降，2025年年末常住人口约7万人，其中60岁以上占比约为40%。大门紧闭，上面写出租。图门辉煌的时候，这得多少人逛商场啊！喜怒哀乐、约会、见面都在这里。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你们这是新装修的吗？看着还挺新的。那也2、3年了。哇，怎么样？120一晚。老板直接给了我一个家庭房，可以睡2个人，灯带、灯光特别舒服。它这个墙面挺干净的，看着跟连锁酒店一样，这肯定是设计过的。而且我这次订的是一个比较靠市中心的位置，
你看。图门唯一一家瑞幸咖啡，你就说这个地方够不够核心？房间也是地暖，一进来特别的暖和，甚至都有点热了。现在已经饿了，去吃点东西。走路100米都不到，有一个泉州拌饭。晚上的话，在这个图门市转一转，其实蛮小的。我也想看一看大家晚上这边的生活是怎样的。图门也有蜜雪冰城，招牌也都是中朝双语的。这满大街都是练歌厅，真的好多呀！转下来感觉挺全的，各个地方的美食啊、律师事务所呀、照相馆呀，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在这边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到了，就是这家泉州拌饭馆。这边也有那种朝鲜族像榻榻米一样的饭桌，这有推荐的吗？就是比较招牌一点，我一个人能吃得完吗？这个拌饭你是来到咱们家是必须得吃，石锅拌饭还是猪肉？石锅拌饭，这个就够你吃。行，谢谢。餐前小菜，俄式豆芽、白萝卜丝、咸菜，就不是那种齁咸，其实特别新鲜，就跟我们在外边吃到的不太一样。冷面的汤，这是拌饭酱。里面有一些，如果你不够的话，你就续，先挤一点尝尝。要了一个石锅拌饭，这边必吃的，然后还有一个石锅酱汤，还有点多呀。酱汤，吃吧，尝尝咱家这个。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如果要晚上的话，有啥地方可以去的吗？没什么逛的，其实天天冷，要是夏天还好，有人哈。到冬天呢，这时候就是1到9点以后就没有人了。白天吧，白天能有可以逛的1、2小时。行，谢谢。滋滋冒响，然后里面贴着锅边的那个地方有特别多的锅巴。这个真的挺好吃的，再尝尝这个酱汤。这个大酱汤挺清淡的，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正宗的大酱汤的口味。石锅拌饭已经空了。这家店肯定很正宗，因为除了我一个说中文的，大家说的全是朝鲜语。出来之后，其实走路5、6分钟就到了江边了，然后江边对岸就是朝鲜了。这个是图门广场，好亮堂呀，2个大猩猩。哇，没想到这个广场这么大。这有一个中国地图，哎，怎么今日打卡跟累计到访是一样的？哦，按一下。哎，变了，这应该是累计到访人数7500多。这边还有一个大雕塑，上到这个河堤就可以看到对岸了。还记得之前做的朝鲜的旅行影片，在结尾的时候我说朝鲜再见，我们会再见。我们在2026年又相见了，第2次和朝鲜再次相遇。对面漆黑一片呀，下边的河近在咫尺嘞，哇，好神奇的感觉。距离朝鲜真的是近在咫尺。中方这边的铁丝网就已经在我脚下了，围绕着河边。如果夏天来的话，应该可以坐游船游这个图门江，这个感觉太神奇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再来这边看一看。哇，这个图门江公园旁边是一个儿童乐园嘛，好大呀，设施还挺齐全的。这是个鼓。真是个鼓，冬天打就有点冻手。这广场还有一个大舞台，跨年呀，或者是一些重大节日，这边应该会挺嗨的。这不是挺亮堂的吗？里面怎么是黑的？没有开门。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开吗？开呀，我这是随便进的。哦，这个开的是吗？哦，好，谢谢啊。进去看一下。这里面是在装修吗？哇，晚上也没人，好梦河的感觉。哇，一个人都没，就只有我自己。批发朝鲜酒、俄罗斯巧克力、糖，然后这边还有俄货、朝鲜货批发商行。这个咖啡馆外边那么亮堂，但是它没开门，好有那种00几年大酒店咖啡厅的感觉。
从图门江公园出来之后，再往前走个3-4分钟就到图门口岸了。现在晚上，严格来说是傍晚，6点钟还不到，但是这边给人的感觉已经是晚上夜里11点了，特别安静。到了，这么快，上面写入境、出境，这个是出入境大厅。真的会有朝鲜人从这个国门出入境吗？我不知道哎，我知道丹东那边会有。如果朝鲜是开放的状态，不敢想象我背后的这个出入境大厅得有多少人啊，络绎不绝。哎，感觉图门有一点世界尽头的感觉，我们的世界就到这里结束了，朝鲜的世界在河对岸就结束了。所以这两个世界互不相通，不敢想象如果朝鲜是对外开放的状态，图门得多么的繁华热闹。哎，那明天再来看看。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那我接下来就在市里面逛一下。这个蜜雪冰城到现在还开着，买杯蜜雪的热奶茶吧，也这么冷。好了，谢谢。一下啊。这边晚上蜜雪开到几点？我们到10点半。瑞幸居然也还开着吗？回宾馆了，明天可以早点起来。出门了，各位，门口喝杯瑞幸，图门唯一的一家瑞幸。在延边朝鲜族人哈，就是敢干敢花，没钱我就上韩国、上日本、上哪儿去挣去，挣完回来那就月光族就花。延边这边的物价，说实话，确实比我想象的高。我们这个挣工资才多少钱呢？你像我们这服务员都是3000，像一般公务员啊，也就个4-5千块钱，可享受型。东北人手里没什么钱，就大吃大喝的，及时行乐。对，图门市城市虽然小，但是呢，人也热情，风景也不错。对面就是朝鲜，像我们生活来讲也是很安逸，挺好的，按节奏。您老家就是这儿的吗？出生在这儿。哦。希望以后常来。好的，今天好像风比较大呀。前台遇到了老板，然后他给我推荐一个吃早餐的地方，就在附近几十米。感觉图门早上的人反倒更多一点。前台老板跟我说，他说这边有好多人开车去延吉上班，然后晚上再回来。高铁的话就15分钟，开车的话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啊，40分钟啊，所以去延吉是特别方便的。老板推荐的什维德快餐到了，还挺大的。选完了到吧台去买单。要一个茶叶蛋。不是你自己拿就行。民宿老板说，就你们家的那个早餐比较大了。对，咱家比较全了。要一个这个吧，小笼包是吗？哎，对，这是猪肉小笼包，一共10块钱。这个碗可以喝粥、豆浆、豆腐脑，可以续碗的。这边有小菜，然后也可以打2块钱一碟。南瓜粥、小米粥，这个碴子粥、豆浆、燕麦、皮蛋瘦肉、八宝粥，要个皮蛋瘦肉吧。说延边州这边的物价会比较高，发现确实是这样子。这一共18块钱，我觉得也不便宜啊。小笼包可以啊，这个不是速冻的，我刚才看后面有阿姨现包的，在这个粥铺体会到了图门的烟火气。来这边吃饭的都是附近的居民。这么冷的天，热腾腾的一顿早饭。
图们的老火车站建的，在当年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站前广场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上面还有字的痕迹，用朝鲜语和中文写的候车室。这个候车室好像改成了一个运动的场所，里面有篮球架，旁边还有打台球的，把它再利用了。到现在里面还挺有绿皮火车啊，看到了那个站台，很空旷。现在在街上讲话都是带回音的，这个火车站不知道承载了多少人的回忆啊！当时的人们从图门火车站出站后，会发现自己站在了图门市的原点。图门市主干道以火车站为中心，呈放射状。1931年日本控制中国东北后，为了使资源能够快速转移至日本，制定了满显铁路直达计划。其中的图门站于1933年建成通车，跨过图门江可直达对岸的日治朝鲜。现在的站房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2015年前后进行了修缮。历史上，图门站曾是连接中国、朝鲜、俄罗斯的重要铁路枢纽，但随着客流与物流的逐渐下降，2020年7月起，图门站停止客运服务，只保留部分货运。韩国广播公司 KBS 曾在1988年来到图门拍摄纪录片，1988年所使用的站房还是民国时期日本所建造的。넓은 광장을 낀 한갈색의 허술한 건물이 도문 역사입니다. 자주진해의 연길과 영종이며 나아가 장춘과 북경행 열차를 타는 곳입니다. 북한의 남양으로 가는 열차를 탔던 곳이기도 합니다. 그러나 지금은 도문과 남양으로 가는 열차는 없습니다. 어쩌다 교역물자를 실어 나르는 특별한 수송열차만 있을 뿐입니다. 前面就快走到昨天晚上去的图门江公园了，就可以看到白天对岸的朝鲜。而且我感觉在图门听到朝鲜语的概率比在延吉听到朝鲜语的概率还要高。对面那个建筑就是朝鲜族民俗展览馆。那个买一个票，好。祝你参观愉快，进去向主管啊。好嘞，谢谢。我现在进来了，这个是它的门票，40块钱。如果是学生的话是半价。这个还能播放视频呢，这个是吗？这个是有2分钟的视频。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录上了。哦，刚才有一个姐，就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就给我大概介绍了有20分钟，因为它是收费的，但是他看我是来拍视频的，就给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没有收费。然后还说很多的朝鲜族传统舞蹈是和那种农民丰收有关的。如果大家希望看到这边的朝鲜族的跳舞，可以到夏天的时候来，图门江广场就有。跳假面舞的时候会戴上这个面具，很古朴。这前面有一个木雕，刚才工作人员说会立在朝鲜族村落的村头。1938年，朝鲜上庆南道密阳郡和陕川郡的100多户农民迁徙到了安图县长兴乡。这边还有介绍朝鲜族棋牌文化的花图游戏，还有数签游戏。这个花图游戏那图案很漂亮，数签游戏看起来很复杂。之前在网上看，好像很多人并不太知道这个朝鲜族民俗展览馆。觉得大家如果来图门的话，确实可以参观一下，涉及到朝鲜族的医药、体育、文学、艺术、婚丧嫁娶的习俗、朝鲜族服装等等。照相是吗？帮我拍一张行吗？啊，我先帮他拍完。2个旗，国旗下面对。OK。好，谢谢。你是哪里来的呀？我是在美国。哦，在美国，我帮你拍。哦，来到江边了，比想象中的还要近在咫尺啊！我以为要隔着一个很宽的江，但是没想到这个江其实特别窄，对岸也可以看到那种炊烟袅袅的感觉，哇，太神奇了！哇，可以看到朝鲜对岸的边防军人在巡逻。这边太阳好像更刺眼一些，有点睁不开眼睛了。
门口岸景区了，它旁边就是售票处，25块钱一张票。图门国门现在它是开发成了一个旅游景区，外国人是不能进的，然后你要刷一下你的那个居民身份证。中国图门口岸，今天来国门的人不多呀，人很少。这应该是原来的一个老桥，旁边建了一个新的公路桥，回头看更壮观了。哎，这个上面有人啊，待会儿可以上到2楼。这个铁门一过去，对岸就是朝鲜了。领导人挂像的那个建筑呢，是南阳火车站，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朝鲜军人在站岗。现在去2楼看一下，登一下顶，这应该是原来的老的国门。这个楼梯够陡的，哇！禁止向对方喊话。哇，这边看得更清楚了，视野更好了。哎，换班了，对面在换班。换班。右边的这个是新国门修建的比较宽的公路桥，中国建的，但是免费的一半给朝鲜，算是援建吧。这个算是公路国门，那旁边不远处有一个铁路国门，可以去看一下。出景区了。这边还有卖朝鲜大同江啤酒的，进去看看。要一瓶大同江啤酒。有这儿呢，那还有成箱的啊。这常温点要1瓶。啊，这是常温的，没插电。这是真的吗？朝鲜一共有1到7个号，就这个2号到中国。哦，售票处旁边，来这家店买了一瓶正宗的大同江啤酒，20块钱，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我之前去过朝鲜，啊，我在19年去的。啊，原先这是通了，疫情之前就通了，268能玩6小时过去，这不有桥吗？哦，原先就通的。你去过吗？我没去过，我不想去。这边晚上对岸会亮吗？没有电。没有电。对面有人吗？有啊。没人呐，我没看到人呐。那个黑影看到吗？那你看，那就是个车。哦，那是个车。对。这里。哦，这边夏天来的人多是吧？对，7、8、9、10月份的人都多。俺们小区归韩国管了。啊？俺们小区都归韩国管。你们小区咋归韩国管了？归首尔管了呢？物业归韩国。对，物业换韩国人了。你们这边小区还有韩国物业？换物业了嘛？完了换的说他写的韩国人。韩国物业。他们在群里说呢。在群里说呢。喝完了，感觉度数不是特别高，喝完没啥感觉了已经。它酒精度就含4到5多。现在脸有红吗？能喝，对，你们是能喝。眼周围已经红了，晕得厉害，但是脸不红呀，好像脸已经开始红了。那瓶大同江啤酒也500毫升的，4.5度。现在走路都是晕晕乎乎的。现在去老虎商店，为什么大家都来这边啊？进去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挺大一个商店，卖朝鲜商品的。这边还免费赠送小红旗，哇，这是原来那种特别老的奖状啊，很有年代感。这边还有毕业证书啊，哇，好老啊，1963年的。1986年的，感觉原来的毕业证书更有仪式感啊，而且设计的也更漂亮。这边还有卖朝鲜钱币的，10块钱的，这是原来的粮票，买一张朝鲜纸币当纪念品吧。这边还有卖老的这种连环画，看各种各样的连环画，很有年代感。神奇的电波，还是广东的。0.12元，当时的0.12元应该也不便宜吧？1981年出版的。这边还有朝鲜的邮票，这个还有卖苏联邮票的，这个厉害了。这还有卖老信件的，有意思。老虎商店挺大的，这边还有卖朝鲜商品的。这还有从朝鲜进口过来的香皂，开城高丽人参香皂，新义州化妆品厂。
出来了，在老虎商店买了一个10朝币的现在朝鲜通用的钱，一本97年产的中文版《今日朝鲜》杂志。铁路国门为什么这边这么多人？公路国门那边反倒没什么人。铁路国门对岸就可以通到朝鲜了，一直通到中国的腹地，一直往前走。但是我感觉公路国门那边更有可看性，就那边看到的更全，而且还可以看到南阳火车站。铁路国门这边我觉得可看性没有那么高，连接朝鲜和中国的铁路桥。那边比较生锈的是朝鲜的铁路，这边比较新的是中国的铁路。有些人说对岸没有人住，我觉得不太可能。看到了吗？那个楼房上还在冒烟，因为他们说这边楼房也是烧柴的。所以你看那边烟囱其实有在冒烟，肯定是有人住的。我跟我的朝鲜族司机小姐姐已经碰面了。哇，我们到了。这边有28栋的楼房，2016年发洪水的时候给他们援建的房子，每个楼房都有烟囱。咱们这边都集中供热，没有烟囱。哦，他们基本上都是塑料布。哦，他们是塑料布。对，个别家就是工分对的多的，可能是对出来的玻璃，个别几家有。中间的那个有个2层楼，那个有个操场，那小学9栋蓝房，旁边不是有小朋友吗？哦，2个白色加中间黄色，那边属于幼儿园。幼儿园啊？对。哎，拖拉机开到幼儿园附近了。这些所有的民房呢都是统一建设嘛，只要结婚的话跟当地政府对接，给你免费发放房子嘛。哦。但是唯一一个这9栋房子为什么这么特别？都是领导住的房子。正常他们所有的田耕种完的地，不是都得交给这个粮仓吗？这个9栋房里面不都小院子吗？可以自己种自己吃。哦，自己小农场。啊，对对。牛车。啊，有牛车。因为现在他们田耕现在还是老式的牛耕，一个是牛耕，一个是人力。你看那不有个国旗吗？那就是哨房不有哨兵，可以看一下，一半江是他们的，一半江是咱们的。最顶上的那个塔是干什么作用？那就是屏蔽塔，屏蔽所有外界的网。就是怕接收到咱这边电视台信号。对，而且他们老百姓吧，吃猪肉吃牛肉都比较奢侈品，正常能吃到狗肉，所以说朝鲜的狗肉比较火。시절 빛나게 살자 청춘은 두 번 다시 오지를 않아 아무리 어려워도 높이 오르자 순간순간然后从这个南阳亭再往前走一点，走路的话要1个多小时，如果你包车的话，可能就5分钟10分钟就到了。就跟我的这个朝鲜族小姐姐，我们一起去华严寺。日光山华严寺。右转，随后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在左侧。本次导咱俩又承包了。哇，这个寺不太有游客会来这边。日光山华严寺是朝鲜族水月法师于1913年创建，他出生于朝鲜，也就是现在的韩国中清南道洪城郡。他于1912年北渡图们江定居中国。原来的华严寺仅剩遗迹，现在看到的是2008年在旧址上重建的。
全寺遵循中国禅宗7堂伽蓝格局，建筑随山体逐步升高，在整体为唐宋风格的基础上，也融入了朝鲜族的传统彩绘和装饰，是中原佛教文化延边朝鲜族审美交汇的产物，在中国寺院中独树一帜。好安静的一个寺庙啊，就是没有游客。这儿有个猫咪向我走过来，哇，好可爱啊！咪咪，好乖呀，这咪咪好肥啊！走了，拜拜。哎，这咪咪又跟我过来了，你怎么找到我的？你要一直跟着我呀！你看，这个猫猫一直跟着我。我没有吃的呀，给它起个名字。哎呦哎呦，这个猫好甜呀，就一直黏着别人，小甜猫。这个华严寺真的远超想象的大，它就坐落在一个山间台地上。如果时间充足，可以不用只去国门那边，也可以往日光山走一走，可以看到华严寺。那现在我跟我的向导，我们就继续上路吧。图门有一个新基村，朝鲜族传统的一个村落，它是一个很凸的一个地方，插到朝鲜国境里面，有很多人不会来的。你是第一次听说吗？第一次。100米后右转。我第一次听说。你还有他们的歌呢？你知道我听的第一首朝鲜语歌是啥吗？我给你找找，这首。你会唱吗？你会唱？这不我要不给你放这歌。放那是不？放那是你的。 边境地区了，你看右边就是铁丝网，从这个国道转入一个乡路。반갑습니다。반갑습니다。对，因为这个歌的含义特别好，很高兴见到你。外来的呀，国外的也好，本地也好，兄弟姐妹就聚在一起，非常的高兴。我们在一起欢声笑语、跳舞啊，这种互动。我之前有一个南开的同学，他也是延边的一个男生，姓全，这边姓全跟金的很多。全金。吹瓢。对面就是朝鲜。哎，这个新基村住的人不多了，好多建筑都荒废掉了。哇，这小楼很别致啊。 好多狗啊！哦，你看它各个地方都有垃圾桶。对，你看它这个垃圾桶，然后你看电线杆、路灯，你看前面变电站，其实基础设施也是蛮齐全的。你看人家这小院多安逸。这个门口的建筑算是什么呢？仓库。仓库啊。往里面可能还有地窖。地窖啊，对，我们传统的辣白菜是真正的地窖的辣白菜，比较爽口的，在这种农村的时候做的辣白菜是最传统。就是你要吃完地窖辣白菜以后，市场卖的辣白菜不爱吃了，做那辣白菜汤也好，炒菜、炒饭吃，咋吃咋好吃。禁止越界，到边境了。哎，对面还有一个开摩托车的，对面的那个房子建的挺整齐的，房顶还在冒烟呢。 就是这家，来吧，当地人推荐一个。咱的牛肉不都是在山上摘完了玉米地就剩下那杆儿，咱养的吃那些草，咱主要是为了它。我们点了一个香辣黄牛肉套餐，78，尝尝这边的比较有特色的黄牛肉。哇，这一锅黄牛肉套餐其实蛮大的，感觉2个人够了。
你住过朝鲜或者韩国？韩国我住过。那像你去韩国，他们说的那个韩语跟你的这种母语差别大吗？韩国应该是说啥？就是串子。串子。英语。哦。日语都掺杂进去。就外来语比较多。对，外来语比较多，他们有各个当地的方言，都是韩国人说话温柔，那只是首尔温柔。我觉得是每个方言都很温柔。你要上釜山的话很粗暴，比那个北朝鲜说话还要粗暴。西红柿的话，我们叫tomato，他们叫 tomato， 就像香蕉，我们叫banana，他们叫 banana。外婆是从那个韩国，我外公是北朝鲜，他们会日语说得很好。战争时期的话，朝鲜被迫要学这个。对，喝酒啊，就礼节特别多，吃饭规矩啊，男的地位高。男的地位高。对，全球拌饭的怎么来的？那叫乞讨饭。为什么说乞讨饭？儿媳妇上不了桌吃不了饭。但是张活累活所有的活都是儿媳妇干。最后剩的菜剩的饭，儿媳妇倒在一个盆里面，放在一件拌吧吃。也就是说，泉州拌饭它原来是就是女性吃的，儿媳妇吃的饭。对，以前就乞讨饭，剩饭剩菜都一起拌嘛。但现在就做的那个饭就很完美，很漂亮。朝鲜族还会有，比如说在韩国或者是在朝鲜有亲戚吗？韩国是有，找完中间朝鲜族媳妇以后，那朝鲜族媳妇还想把姊妹都带到韩国去，想挣钱。这一大批人是干最累、最脏、最重的活，给的工资很少的，小偷似的天天干活，心情挑战的，天天找那种特别破的一个农村，特别脏、特别累的活，在那待个10年8年，攒了一些钱就回国了。但是在韩国挣钱，脏活累活咱们干，回来也一身病，钱有了，身体没了。其实我发现那个延吉的房价，因为我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差不多也得6、7千。6、7千的话，算属于好的小区。再好一点，可能就到8千到1万，不蛮便宜啊。都说要买房上鹤岗养老，3万块钱左右能买个几十平方，50、60平方能买。这边不梯楼的顶楼是那么便宜。装修好的一套房3万左右，很便宜，但没人买。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贴士吧，打个出溜滑不就来我们这溜达吗？当时他们能过来？过来呀，过来了之后拿了很多吃的。我就来到我家也是拿了很多吃的。那时候你家还接待过朝鲜？对，但是呢，咱们那时候没有银行卡都是现金嘛，全部藏到什么炕沿底下呀、锅台底下呀，钱也没了，吃的他们也带走了。我们的生活都没法继续了。他们拿这个钱干啥？上小卖部，买了一堆粮，扛到麻袋，直接打出溜滑就回到自己的国家，要粮食。图门的那烤肉店我可能还会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味道非常不错，真就是老式的味道。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了是吗？边境的一条算是公路吧。331，中国现在最美国的。百年部落的入场券，现在其实才刚刚下午3点，这边天黑比较早。这是真正的百年老宅。这个老宅是1877年开始建，好老的房子啊，1个半世纪了，这可不是100年了。而且这个房子特别有纪念意义，是因为是目前中国境内唯一保持完整的朝鲜族风格的百年老宅。最开始的时候是黄泥墙，然后顶上是那种草房，有钱一点的都是建成这样的。能进去啊？放炕。这屋里很有那个烟熏火燎的味道。炖菜做菜都用这个锅。地窖一般是在屋外是吗？地窖都是在屋外，不是在屋里头。这里面就是放柴火、放煤的位置。下雨也好啊，或者是下雪也好，柴火撕掉的话就是很难着掉，所以咱们就会把干的一部分会放到这里。哇，最烫的就是这个地方了。对，我还没想过这儿还有人住呢。哎呦，太吵了！我去，有热水吗？还真是。60、70年代的那个碗盆柜，以前老人就说那个盆装很多东西，都是用头顶的。你还能顶吗？我顶不了，都是用头顶。所以老头老太太只要狗狗腰腿弯弯的，80%、90%都是朝鲜族的老人。这就是吃饭的地方，就是客厅，接待客人的地方。
吃饭的话，我们一个圆桌都要盘腿坐，你们都是有餐桌。吃饭的时候也规矩很多，老人单独一个桌，兄弟姐妹一个桌，孩子一个桌，男的从男大小还是女大小，只要大的不动筷，小的动不了筷子。而且儿媳妇一直在忙活后厨啊，所有的卫生问题呀、做菜呀，孩子单独一个桌归一个桌，但儿媳妇上不了桌，所以咱们出来的这个叫什么饭？乞讨饭，剩菜剩饭给儿媳妇吃了。是不是完了整的那个酱完了儿媳妇拌一拌吃吧，现在就美化为拌饭。上厕所我们这很久以前的话，不是有个那个小桶嘛，在屋里上厕所，马桶，要不就是说门外就建一个那种茅厕。最顶上这2个柱子是长白山运过来的木头，特别有钱的人以前的衣柜。这看着很华丽啊。这个屋属于是婚房，儿媳妇做完饭不能直接夸一把门闯开，就得敲门，完了之后跟老人给摆个小桌，把饭菜端好，哪怕小孩都有个桌，儿媳妇是上不了桌面的。去别的地方看一下。从1880年一直保存到现在，真的超不容易。所以大家如果来延边州旅行的话，真的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边也有老房子，看着很有年代感。这是米酒，哇，玉米米酒，喝的时候一定要摇一摇，这样才能均匀。我们倒酒的礼节就是双手倒杯。是这边老人酿的？对，老人酿的。这得有多少度啊？1度。哇，是不是好喝？好喝，比外面卖的米酒味完全不一样。味儿的层次很多，对，就外面是很单薄的一层甜，一层酒，一层酸。对，喜欢喝就喝，多喝点。这是我目前喝过最好喝的米酒。落日了，这可以看朝鲜是吗？这是朝鲜饭。哦，日落金山的感觉。哦，还专门有个观景台。现在才3点半，已经傍晚了。哇，这应该是朝鲜。这是一个客车，大巴。那你今天是最幸运的男人，半年能看一回不错了。好清晰啊！他哔哔哔，可能是哪个人可能下来赶紧坐车。哎，还往这边开了，这么近，车上好像还坐满人了。가득 싣고 아리랑